蜘蛛侠崭新之日在18号释出了一支全新预告片，信息量极大，包含大量此前未曝光的新镜头。绿巨人不仅疑似以灰巨人形态现身，更在精神被控制后暴走，与蜘蛛侠展开了激烈追逐。与此同时，荷兰弟公开承认与赞达亚已完婚，双重话题叠加，让新蜘蛛侠电影系列再度站上流量风口。而这次为呼应新片上映，HT 带来了新红蓝 2.0 终极摆荡战役，也是此前新红蓝战衣的一次升级迭代。它的发布无疑为蜘蛛侠的热度再添一把火。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一支新红蓝到底如何吧，蹭一波流量。抽开我们抽屉式的包装，就能看到红色的内封，一个塑料大开窗，这是比较传统的漫威系包装的样式。左右两边呢各是一只蜘蛛的 logo， 背面呢是玩具的信息以及一张设计过的图片作为打底。HT 这2年在包装上其实是偷懒的。抽出稀疏包装就是我们这套玩具的所有的配备，一个主体，一个头雕，一些万年不变的蛛丝，可能有一些新规的东西，再加上可替换的手型和一个单独的面罩，还有在主体之下的地毯。老的新红蓝其实在24年的时候已经拍过了。打开稀疏包装，拿出主体，哥们耸着肩呢。这次肩膀的升级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看点，侧面的缝线呢也是改进了不少。整个裤子已经完成了一体缝线设计，不会再出现特别不好看的线头了。这也是这么多年制作蜘蛛侠之后 HT 工艺比较大的升级。荷兰弟的真人头雕，这个头雕呢和上一版发型不太一样之外呢，面部细节上面似乎也有一些稍许的区别。根据我们大部分已经开盒的网友的描述，这个头雕应该就是我们钢铁蜘蛛侠使用的那一款头雕。蛛丝是附在了稀疏包装外的半层里头，那么这次的蛛丝呢，提供了一些新的花样，还提供了一个转圈圈的蜘蛛丝。剩下的配件呢就比较常规了，一个蜘蛛侠的地台，虽然说是为新电影造势的产品，但是目前为止仍然使用了英雄无归的标题。带磁吸的眼睛一共有6枚。这次的面罩头呢，似乎也是换了更轻盈的材质，让它不像以前这么的硬邦邦的感觉了。手型方面，一共是前前后后提供了8个可替换的手型，对于蜘蛛侠的手型来说是相对比较少的。可以听一下掰动手臂的时候，声音非常的清脆，可以给这款宿敌提供极大的灵活性，让它能够做出耸肩啊、耷拉肩啊，能够表示情绪的动作。也有不足之处，当我耷拉肩的时候呢，你能明显感觉到割裂感。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主体上是穿了内衬的衣服，但是胳膊这一块是一个硬质的关节，因此它垫高的部分和胳膊关节移动之后会留出一道明显的这样的缝隙的。衣服的材质啊，我们也能感受得到非常的轻薄，尤其是在做动作的时候，甚至可以感觉到衣服被拉开，颜色变淡，露出它内部的一些材质的底色。裤衩和腿之间呢还是这种胶衣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大幅度的去做动作的话，它还是会有拉扯、变形，甚至无法回弹的问题。那作为这种胶衣材质，也是目前为止无解的。当然好就好在呢 ，HT 呢在这一款产品的主要的关节位置都是给了这种弹力材料，包括腰部也是啊，可以给做动作呢留出一定的进程空间，不至于把胶衣牵扯得太狠。这次蜘蛛侠的胳膊上已经没有了发射器了，这也是跟我们先看到的电影剧透内容是一致的。
哎呀，确实这个肩膀是挺出戏的，还是能前后动的。动完之后，它就变成了这样子。目前看这一只换上真人头的蜘蛛侠呢，实物看有一点缩脖子，镜头里还稍微好一些。最大的缺点呢，也是脖子没有办法动，上下稍少的一些可动的空间。但是如果强行往后仰的话，头发和脖子之间也会有干涉，时间长的话可能会造成脖子的损伤。这个是所有类似于这样换脖子的蜘蛛侠的一个通病。如果我们要调节可动眼的话，那么就是需要利用它在，哎，怎么这么紧啊？紧，哎，不行。好 ，later， 我们已经掌握诀窍了。当再一次开机的时候，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你慢慢拔，很容易就把下面拔出来。那么如何做到马上拔出这个头雕呢？那就是快拔。等一下，一次失败，完了，刚才是怎么试验成功的？大哥，为了拔它，我面相都变了，说明它的设计上呢是有一些缺陷的。这颗头呢不是特别好拔，所以大家拔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技巧。依然是从内部把手伸进去之后来调节它的可动眼。我都不想再装回去了，装回去我感觉又拔不出来了。哎，其实这款蜘蛛侠也有同样的问题啊。如果你不把头雕塞下去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脖子的长度还正好，但是你一旦把头雕塞下去的话，就会觉得脖子好像有一点点短了。这只蜘蛛侠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HT 最近好几次都是在产品的这个脖子上翻车，这也是挺令人诧异的。还有荷兰弟的手其实并没有这么的长，那么这款人偶呢，显然对于手部的处理呢也是稍微增长了一些，也没有完全按照荷兰弟本人的比例来做。荷兰弟腿是很短，确实很短。好了，这一款差不多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当然，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频道。不定时的会更新一些 Hot Toys 家的一些玩具，甚至一些其他的1:6冰人。